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五啊，在这边先跟大家拜年啊，祝福大家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幸福。最重要的是新的一年每日快乐啊！感恩大家新年期间还是精进如常啊，来参加读书会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身体要精进，心灵要亲近啊。除旧布新，就是亲近呐。过年要除旧布新嘛，对。那学习或学佛过程中的精进很重要啊。所谓法在勤中求啊，那这个勤就是精进嘛。不能努力精进的话呢，学习或学佛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啊。然而，虽然精进很重要，但亲近更重要啊。一旦能做到身体很精进，但心灵却不亲近啊，这样心灵不亲近的精进，很可能越精进越偏离正道啊，而让自己陷入险境。也就是说，在不正确的道路上的加速前进啊，台湾话叫做青梅牛做拱杠啊。学佛就是强调要福慧双修嘛，那要造福就要身体很精进啊。要修慧就要心地很亲近啊，那走入人群去回馈社会啊，这个叫做宗门呐。深入经藏，听经闻法，了解诸佛妙理，这个叫做法脉啊。简单讲啦，宗门是入人群呐，是悲门呐；那法脉是入经藏，是智门呐。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叫做悲智双运呐，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福慧双修啦。有一句话说啊，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啊。第一句福从作中得欢喜的意思是说，造福是来自于精进的付出啊，做越多就越欢喜啊，舍越多就得越多啊。那第二句呢？慧从善解得自在的意思是说，修慧是来自于事事都要懂得善解啦，懂得善解的人才有可能解脱。一旦能解脱，那就是清安自在的人生啦。把这两句话用庶民语言来讲，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啦。身体要精进，心灵要亲近啊。身体要精进，就是行善造福。或者做本分事都要很努力很精进。那心灵要亲近，就是起心动念或思想要很亲近，两个都具足，叫做心行平等，内外一统这是修行一个很美的境界了。好，我们刚刚讲要努力精进。其实很多人已经是做到精进投入了，这是指身体的承担而言呐。如果承担的过程心地是不亲近，造成心里有负担有压力，那就很可能造成一边行善一边起烦恼啊，那这个就很辛苦喽。所以精进还不够哦，还要正精进啊，还要亲近，还要正精进啊。也因此呢，37诸道品里面的8正道也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8个，其中一项就是正精进。那8正道里面的这个正精进，跟正见跟正念3个是密切相关的正见是指正确的知见嘛，很简单嘛。正念呢是指正确的专注，正见是指导方向因为没有正知正见的人，观念不正确的人，一切的努力可能会徒劳无功嘛，甚至误入歧途那正念呢，能辅助精进，能帮助修行者呢保持头脑清醒，因为是正确的专注所以他才能够避免分心或懈怠。也因此正念能让我们的精进呢更加有力所以正精进
跟正见跟正念，也就是八正道里面这三个是三合一的组合哦。那精进就精进了啊，为什么要强调正精进呢？这是因为正精进是强调不单是指精进而已啊，也强调努力的方向跟方法必须符合正法跟智慧啊。那这个正就是指符合正法跟智慧啊，以避免错误的精进跟错误的努力而误入歧途啊，走了很多冤枉路啊，更是要避免努力跑错方向啊。那其实精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哦，就好像我们讲努力还不保证会绝对成功，因为还有福报的问题啊。但是不努力肯定是很难成功啊。刚刚讲青梅湖做广告啊，用竹篮子去打水啊，或刻舟求剑啊，水中捞月啊等等，都是在白费力气而已啦，怎么会成功呢？因此，方向或方法错误的精进，也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这个叫做不正精进呐。正精进的相反就是不正精进呐。那不正精进有包括邪精进跟邪精进，一个是偏邪，一个是邪念的。所以不正精进是指不符合佛法的精进，或者说以错误的方法跟方向去努力，结果不仅无益，还可能带来挫折跟烦恼啊，跟伤害啊。虽然精进本身是一种正面的精神啊，但如果方向错误或过于执着啊，就会偏离正道，而成为不正精进啊。那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啊。努力赚钱也可以讲是精进啊，但如果是为了满足无尽的欲望，那就是不正精进啊，也就是邪精进啊，方向偏斜掉了啦，或者迷恋于追逐世俗的成就，过度追求名利地位啊，虽然努力在付出，但心中充满了压力跟烦恼哦，这个也叫做什么？方向偏斜的精进，也是一种不正精进。那如果是不择手段的赚钱啊，唯利是图啊，贪赃枉法，最后导致身败名裂，那这个就更严重了。这个就叫做邪精进，不是偏邪哦，是邪恶的邪哦。同理，为了报复别人而处心积虑投入大量时间跟精力呢，在做报复的计划，让自己心中充满了邪念。那这种努力也叫做邪恶的精进，也是不正精进。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在善法中错用方法，也就是修行者过于追求开悟或神通，而盲修瞎练，走火入魔，不但方向错误，方法也不当，甚至执着于错误的目标跟途径，导致妄念纷飞而身心受损。这是偏离了修行的本质啊！这个跟这个寻求内心平静跟智慧是背道而驰的啊！这也是一种目标偏斜的不正精进啊！所以佛法讲正精进有它的道理。佛陀在《中阿难经》里面教导我们了，不可过度克制身体，也不可过度放纵欲乐啊，因行中道修行啊，这个就是在读书会里面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庸之道跟中道实相啊。唯有保持中庸跟中道，这样所学佛法才会让我们的身心处在平齐、平等、平衡的安稳状态，也就是不偏不倚啊，左右平衡啊。就好比说，学佛要能够吃苦，但不必苦修，也是这样的道理。吃苦跟苦修两个有微妙的距离哦，差一点就差很多哦，所以我们不能走极端呐，走中庸之道啊。那阿含经也提到啊，追求神通可能导致修行者升起傲慢跟偏离正道啊。其实人通重要过神通啊。正信的学佛者不谈神通，
不谈玄说妙，也不语怪力乱神，而是讲人通，强调先通人理，才有可能通佛理呀。如果只是懂得艰深的佛理，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伦理，这样所学佛理无法贴近人理，那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呀。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啦。所以学佛求道也是需要助道的力量啊，助一臂之力啊。那37助道品就是扮演这样的助道的角色。有一句话是这样讲正道难显，须助道佐之。就如米面是主食啊，但没有盐醋来调味，也是难以下咽呐。所以主食为主，配料为辅。主食需要调味才能够美味，那学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不但要有主要的修行方法，还要有辅助修行的方法，叫做助道。要让道业增长，需要有助道来协助，叫做助道啦。那助道虽然是辅助的功能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啊。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了例如行动不便的人他走路需要靠助行器或者轮椅那这个助行器跟轮椅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嘛。那视力不好的人要戴眼镜听力不好的人要戴助听器这个眼镜跟助听器就是助道的功能同理健康虽然要靠日常的保养跟运动，但是一旦生病了，还是要靠吃药来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嘛。那这个吃药也是在帮助我们也是一种助道还有学生上课时所用的教具或科学实验的模型它能让抽象的概念呢把它具体化这也是一种辅助教学嘛。那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还要课外补习来加强比较不懂的那一门功课那这个补习也是什么辅助的功能嘛，也是很重要还有我们手机里面的翻译软体功能它可以不懂的字马上中翻英，英翻中甚至我们搭公车也有这个 GPS， 我们甚至我们的公车几分钟会到手机也会告诉我们还有卫星导航 GPS 也是一样不懂的路 GPS 输进去，它就告诉你怎么走了嘛。对，以上这些都是在辅助我们佛法上就叫做助道啦。同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身体要精进，心灵要清净，里面的心灵要清净，就是扮演助道的角色。它能引导我们的身体的精进呢，协助我们呢采取正确的方法，也朝向正确的方向。那心灵不清净的时候呢，会造成什么？头昏昏闹顿顿这个就好像汽车没有了导航设备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冤枉路甚至造成迷路迷航如果这是人生路，那很可能就一生就这样忙忙碌碌、庸庸碌碌，造成苦海无边、永无上岸之路。那这个就是万劫不复，这样代志就大条了。所以心地清净也是要有重要的助道然而心地要清净也是需要助道心地要清净也是要有助道他虽然是别人的助道，但是他也需要别人来助道他自修共修参加读书会就是一种助道，能帮助我们让心地呢清净扫除心灵的污垢的意思那要精进的话呢，身体也要健康因为有健康才会有活力所以精进跟活力是共生关系精进的人一定是有朝气活力嘛，有朝气活力的人才有可能精进否则有心无力不是吗？有了活力才能身体精进，失去活力就难以精进所以活力是精进的燃料，
精进是活力的展现，两个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一种良善的循环呐。好，如果身体健康，再加上心宽念存呢，那这样自然会产生活力哦，就叫做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相反的，心不宽念不存，就很容易心灵脆弱，心念偏差。那心灵脆弱的人，跟心念偏差的人呢，常常很容易感觉，哎呀，轻易就被伤害了。做起事来常常感觉挫折感啦、压力感啦，甚至产生烦恼跟痛苦都会了。那心灵一旦落入心烦跟心累啊，身体绝对无法产生活力啊，当然就无法精进啦。就好像车子一样啊，引擎或电池故障了，你车子当然跑不动啦。所以，当一个人在精进的时候，心念会很专注，所以也会感觉目标很清晰，行动很有力。这是因为专注就会产生力量啊。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打钉那个钉子啊，钉子的头都是尖尖的，不是吗？这个干什么？让它很专注，这样钉下去才会有力量。所以，当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呢，心念上都会产生专注，而激发内心的活力啊！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哈。那例如专注于正信的佛法，这样子的精进会带来喜悦；专注投入于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精进会让我们的生活很充实、很有品质。精进不但跟活力是共生关系哦，同时精进也是一种方便法哎。因为精进的人会很忙碌啊，会忙得没有时间烦恼啊，会忙得忘记烦恼啊，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忙得没时间批评别人啊，忙得没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啊，等等啊，所以才说一忙除数害嘛。这样精进跟忙碌也可以说是消除烦恼的方便法。有些人呢，虽然身体很健康，也充满活力哦，这个是好事一桩嘛。然而，释放力量的目标跟观念错误，那这样子的活力反而变成反作用力哦，反而是负向的力量哦，破坏的力量哦，而不是建设的力量哦。所以才说嘛，身体要精进，心灵要清净，道理在这里啊。那心灵才是主人呢。身体只是仆人啊。如果仆人是年轻、朝气又精力充沛，仆人啊，但他却有一个这个仆人却有一个优柔寡断、头脑不清楚的主人，那这样仆人再怎么有力，也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啊。主人必须有能力跟智慧呢，去指挥这个仆人，也就是心灵来指挥这个身体嘛。即使仆人软弱、无精打采，只要主人有魄力，也很有睿智，那这个家庭还是会井然有序啊。那心灵跟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组成这个家庭的成员呐，两个要搭配得很好。如果我们内在的家庭是杂乱无章的，那我们就很难期待外在的环境是会有条不紊的。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就是仗势的这个有秩序的内在家庭啊，才能事事顺心如意啊。要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家庭的主人呢，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啊，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状态啊，这样心灵才能有效的指挥身体啊，言行照做才不会脱序啊。这样就是身体要精进，心灵要清净的道理啦。用主人跟仆人来譬喻解释，大家应该更容易听得懂嘛。佛陀时代啊，有一次佛陀在开示时候，阿那律尊者昏沉啊、疲倦打瞌睡啊，那佛陀就当场就棒喝他说：“堕堕汝好睡，罗斯半格内。一睡1000年，不闻佛名字。”
用这句话来棒喝安那律啊。从此安那律呢发愿呢不再懈怠了啦，并不眠不休的精进修道。虽然呢那个名医啊跟那个奇婆啦跟安那律说只要你肯眼睛闭起来睡觉，眼睛自然就会恢复视力啦。然而安那律还是坚持修道的决心用眼过度了，导致最后双眼失明啦。但是也因为双眼失明，却因此开悟正道成为天眼第一所以精进心跟亲近心对修道之重要，可见一斑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会精进忙碌，而充分去发挥这个身体的使用权也从中去充实生命的意义然而这种的使用权呢，是生动，这个容易，但是要心不动，这个就不容易了。那阿那律尊者对佛陀的教诲有恭敬心，这个就是一种亲近，对恭敬跟亲近也是有关联的而他的一心一志，不改其志，这就是精进。所以精进跟亲近是一动一静有如汽车的油门跟刹车必须两个搭配得宜行车才会怎么样平稳顺利也才会出入平安人车平安同理，精进过后亲近，亲近过后精进，动静搭配得宜，那就是动静皆如法，进退不失据这也是一种清安自在的人生不过有些人是这样子动久了就静不下来那静久了就动不起来这也是一门要去改善的功课。很多人是这样以前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心灵不清净的人，很容易让自己的心念呢落入邪恶之中就好像有一种人当他看到别人处事不顺利的时候，他反而有一种恶意的快感也有一种人当他看到别人碰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他比看到别人成功更为满意这个就是心中有邪念的人追根究底也是因为心灵不清净生命中我们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去模仿别人，更不能苛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因为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若是两个我，实在很不妥很有道理所以不能苛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唯一的，每一个人都要依自己的条件去走入自己的康庄大道那要这样也是要心灵很亲近要去听那些负面八卦或者是是非非的那个没营养的话那不如多听一点佛法来充实心灵至少呢就听音乐也比那些好啦对不对？听音乐还可以陶冶性情要这样也是要观念很清楚，心地很清净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自己为所欲为而是从欲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自由必须伴随着自我的戒律，也就是很自由还要很自爱，这样才会自由自在。要有这样的思维，也是要心地很清净即使有人真的很感恩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也是跟我们要精进的动机无关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说获得别人对我们的赞叹或感恩而去做事情假如不能抱持这种信念的话呢，我们的精进心会受到有形的结果所左右，会因为结果的无常变异而影响我们的精进心，也是无常变异意思就是说，别人给我们的掌声跟喝彩，虽然是一种鼓励跟肯定但如果把它视为我要精进的那种动力的话，靠这个的话呢，那这样就是心念偏差了。这样的心念会让我们过于依赖外界的认可，从而偏离精进的真正意义了。太在意或执着于外界的评价，或过度依赖别人的掌声，会让我们的心因他人的看法而起伏不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这样会失去自主性。
这也是一种心念的危机呀。同理，如果精进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掌声，或者上台亮相就会忽略内在的修行跟成长啊，这样会沦为追求名声跟虚荣的工具。所以佛法强调，真正的精进应该是以内在的修行为目标导向，而不是过度的在意别人的评价，或很在意别人的掌声跟喝彩啊。所以总而言之啊，把别人给我们的掌声这个别人给我们掌声当然也不是坏事啦，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别人给我们的掌声当作自己努力的一种肯定那这个也虽然讲是人之常情但不能依赖它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否则会落入有所求就会产生挂碍了。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很精进，但却也烦恼缠身，这种烦恼的原因很多啦，其中有所求也是造成烦恼的原因之一啦。这也是为何在付出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时提醒付出无所求的原因，跟三轮体空的道理一样有所求就没有了，无所求反而有这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意境菩萨道讲求透过力行跟实践去深入苦难，闻声救苦，所以必须心存积极与精进的心态。然而深入苦难之后，如果没有也同时深入经藏，或朝着闻思修去亲近己心这样就很可能会付出有余，入法不足也就是精进有余，亲近不足如果精进的方向跟方法是正确的，那不需要特别的期待精进本身就是一种善业跟善报了所以精进付出跟累积善业居然是息息相关的呢，这个道理很奥妙这个就好像什么，持五戒就已经是大布施的呢，道理也是一样的奥妙修持五戒居然跟行善布施是互相牵动的，一般人很难去领悟到这样的道理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动，而身动心也动，心静不下来，造成心不清净，影响所及就是什么，做而不学啦，学而不觉啦。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一直在期待有形的回报有形的成果希望获得别人的掌声，帮别人的肯定虽然很精进在付出，然而碰到困难的跟问题的时候还是无法转念跟转进。追根究底就是心中不入法。那心中不入法跟心地不清净有关因为心不清净会阻碍入法啦。所以有时候我们闻法效果很差，跟自己心不清净也有关系对。因为心不清净的时候，往往会内心散乱无法专注于聆听法的教育心神不宁的时候呢，也是难以进入深层的思考跟体悟原因都是在于心不清净时，会很难用心，很难专注，甚至心不清净的时候，容易滋生我执跟偏见这个会造成对法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呱呱叫那行动不对号也会很容易错解如来真实意因为只懂表面，不懂得内涵不仅如此心不清净的时候呢，很容易造成身口意的恶业这些恶业会形成障碍，阻碍我们的修行，甚至引发痛苦跟烦恼其实就算有人真的很感恩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也是跟我们要精进的动机是无关的两码子事我们绝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叹或感恩的做嘛，刚刚讲的嘛，对。那精进心如果常常是无常变异那自然也会影响心灵的清净两个互相影响嘛清净心时常变异自然也是影响精进心的动机跟念头两者互为因果啦所以人生的学习过程中要常常跟法保持亲近，要跟人保持距离
跟法保持亲近，就是以法入身，以法入心，身心都入法，叫做法身啊。跟人保持距离，就是保持空性，以礼待之，也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啦。身心入法，才会法力无边，法喜充满呐。与人保持距离，才会在礼尚往来，做到克己复礼呀。人生有时候更需要学习动如狡兔，静如处子啊。动的时候跟兔子一样啊，很敏锐啊，很积极啊。静下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闺秀，好像那个淑女一样的，非常的安静。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动静拿捏得很清楚啊，那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跟智慧哦。已经在行善造福，那是可喜可贺啊；精进中修炼，那更是可圈可点呐、忍辱中精进，那更是可歌可泣啊。但如果心不清净或心念不定，而导致停停退退，那就可悲可叹哦。我们今晚读书会，身体要精进，心灵要清净，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